和我交往半年的青梅竹马被我撞见他和黄毛正在约会，整整半年连嘴都没亲过，还被对方诬陷成卑劣的暴力跟踪狂。回到学后，男主是跟踪狂的事情被黄毛添油加醋，周围的人开始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男主，就连社交账号也被私信淹没。原以为过一天风波就会被平息，但是第二天整个班级的氛围全都变了，空气中无时不刻充斥着对男主的贬低和嘲讽。我自己明明什么都没有做，自己是犯人还敢多嘴，美雪不可能说谎的吧？足球部的近藤学长也说看到了你的暴行，这可是学校的名人二人组，大家相信谁都很清楚吧？浑浑噩噩的度过一天，班里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去依靠，就连参与社团的部长也有意的和他拉开了距离。今天骗英子休息了，果然还是不敢见他。对了，副班主任林濑老师的话，男主仿佛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但是透过玻璃，美雪和她的闺蜜却已经抢先一步。老师表示，像你这么优秀的学生，老师肯定会支持你的，好学生的话语肯定会被老师相信。鞋柜里还被塞了威胁的纸条，敢打小报告就去你家店里。自从爸爸去世后，家里的店铺就交给了妈妈和哥哥打理，只要我忍耐一下，这样的话就没人会不信了。而视角来到美雪这边，自己完全没想到会变成那样。要是没有近藤学长，本来是不想分手的，一开始只是普通的恋爱烦恼，但是被闺蜜误解，向我介绍了恋爱经验丰富的近藤。我本来想拒绝，但对方文武双全，还是足球部的部长，帅气又绅士，和恋爱小白的音质不同，我觉得他十分有魅力。终于那一天，他对我下手了。第一个吻你美雪的不是音质，口诺近藤大。而之后的我也是越陷越深，就连音质生日那天，近藤表示我要是去找音质，他就去找别的女人。于是我还是选择了学长。我本以为相伴10年以上的人，本以为和音质结婚，但直觉却告诉我，难道只认识音质一个人就够了吗？我觉得我必须向大家坦白，但是我害怕会失去一切。第3天来到教室的音质受到了更大程度的霸凌，家庭信息被直接公开，这作为男主的底线完全让他濒临崩溃。怎么样啊，犯罪者君，心情如何？为什么要撒这种谎？因为很有趣啊，被我抢走女人还失去一切，这不是最棒的戏码吗？我啊，最喜欢把别人的人生搞得一团糟了。这几天的事情如同走马灯一般历历在目，根本不会有人相信我，老师们也会相信优秀的他。被既是挚友也是恋人的美雪背叛的那一刻，我就已经是走投无路。手上充斥着攻击的话语，男主心灰意冷，走上学校的天台。不如直接这样，是不是就能轻松解脱了？打开门后，本应该空无一人的天台上，却见到了一位少女的背影。在无处可逃的绝望尽头，我遇到了那个能改变命运的女孩。少女看到面前的不速之客，还没等男主开口，便向对方打了招呼：“你是那个，我是2年级的青野音质。”逃课在学校闲逛的事来到这里，男主叹了一口气，心想总不能说来屋顶跳楼的吧？青野学长。对面的女孩，男主再熟悉不过，一条爱，去年入学考试第1名的才女，性格好，长相美的她，一下子成为了全校的偶像。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我什么，你应该听过我的传闻吧？我想在这里躲到午休结束。男主想支开对方，结果换来的是一句我不要，这里是我的地方，所以不能让给你。男主一下子急了，你知不知道我的传闻啊？我知道啊，但是知道我也不让。虽然我知道你的传闻，但那也只是传闻而已，我实际上并没有看到过。毕竟恋爱就是一种病，为什么我要相信单方面的暧昧的说辞？现在学生反应太过火了，连真假都不去分辨，去围攻别人，真的太差劲了。几句话让男主的世界有了些许的光亮。那么我的事你会相信我吗？这不是相信不相信的问题，我只觉得仅仅凭借片面之词就去伤害你，这误伤的风险也太大了吧。女孩看上去还有些生气，但男主的眼中却恢复了一些生气。他向对方道谢，为什么要谢我呀？我又没说相信你。我也不知道啊。男主看起来稍微有点开心。就在这时，天空下起了大雨。总之快进来吧，别感冒了。但这回轮到少女的眼神逐渐死去。你还看不明白吗？我一个人在这里的理由。男主一脸的疑惑，被雨淋湿感冒什么的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明天了。不是，你冷静一点啊，请让我一个人，我就是想死啊。一番话让男主有些震惊，自己明明是来一了百了的。你别这样。男主一下子拉住对方，请你适可而止。突然两人重心不稳摔在围栏上。为什么要保护我？要是围栏老化你就会摔出去的。吵死了，救人哪需要什么理由？如果要死的话，哪怕只有今天1天，你就陪我一下吧，我们一起逃学。男主一番发言让少女吃了一惊，你到底知不知道现在的情况啊？男主苦笑，我也没办法，我也是想来这里寻死来着，没想到自己居然会变成阻止后辈自杀的一方，这世界好奇怪。看到对方那副样子，一条哭着露出了笑容，说的也是呢。两人尽情的被雨淋湿，笑声回荡在天台之上。他们稍微擦干了一下身体。那么我们接下来该干嘛呢？既然你引诱我逃学，你总得有个计划吧？怎么可能有啊？当时我都决定必死了。这样的不良少年一点也不帅啊。说的是啊。看到对方的笑容，完全想不到她是刚刚天台上的少女。听说竟然被告白的她总是面如冰霜，而两人才想起来午饭都还没有吃。一条同学请用。美味的食物会温暖人的心灵。一条露出十分享受的表情。你们都吃这么好吃的东西啊？还有很多其他好吃的，没尝过就死了，真是太可惜了。我好像对美食产生了兴趣。那么你要来我家吗？重量级的发言让一条羞红了脸，但是感觉也还不错。男主非常自然的拉出对方的手，等注意到的时候已经是满脸通红。可以和刚认识的男生牵手吗？说没抵触是假的，但是在电影里也算常见。对了，这可是我第一次牵男生的手，你可要好好珍惜啊。这下搞得男主也害羞起来，不过两人头也不回的向前迈进了一步，这感觉居然是要和过去诀别，重新出发。真的是为什么我要和这个今天刚刚认识的男生逃学啊？即便这样想，
但一条还是老老实实的跟着男主，虽然保护一死他在别人的告白的时候听过无数次，但是他知道青野学长是一个不禁让人担心的好人，而另一方面让男主痛苦不已的黄毛近藤诚二，这个站在世界中心的男人，老爸是市议会议员，不仅就读名门高中，还成为了足球部的王牌，从小就和别人不一样，稍微学习一下就名列前茅，身边也完全不缺妹子喜欢。在初二的时候，班里的某宅男和班级偶像正在交往，我只略施小计，那女孩就直接被我吸引了。那个宅男真让我恶心，有那样的男朋友是我人生最大的耻辱。随后我将这句话的录音放给那个宅男听，果然不出我所料，他的表情跟吃了屎一样难受，那种感觉真的是嗨到了极点啊！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喜欢勾搭别人的女朋友，被我魅力迷住的女孩全都无心学习。当然在我高中之后我就把她给甩了，结果曾经的班级偶像最终走向了辍学的坏结局，而在一旁笑着旁观这一切的我真是太有趣了。接下来就是美雪和英智，他们会堕落到什么地步，真是令人期待啊！画面一转，美雪开始感觉有些害怕，从早上班会开始，英智就没回来，那些在他桌子上乱涂乱画的人还慌乱着擦着桌子，他不会因为我而退学吧？但是我根本不知道技能学长传的谣言啊，这不是我的错。而就在这时，美雪看到楼下两人手牵手的场景，她的表情瞬间呆住，一股醋意油然而生。为什么？他是谁呀？一只偷腥的猫。而这些也被班主任看在眼里，他松了口气，怎么这么乱来？不过亲也没事就好。几十分钟前，高柳老师就注意到班里少了个人，而桌上的乱涂乱画也被看到。有人知道亲也去哪儿了吗？听说他不舒服去医务室了。高柳准备去看一下他的情况，美雪紧张的样子被老师注意到。而就在班主任刚刚走出教室的瞬间，保健老师匆匆赶来，在医务室的英智早已经不见，他的状态很不对劲。向上级汇报过后，班主任开始采取了措施。好了，同学们都知道损坏器物罪吧？下面的学生几乎全是参与者，每个人脸上都流下了汗珠。说到这份上也都该明白了吧？是关于青野桌子上的事。虽然还不知道是谁干的，但是从写的字和青野的样子，我大概就能猜到发生了什么。学校桌子是学校的物品，是需要维护的公共财产，损坏了它们是明确的犯罪。高柳一边说着，一边注视着神情紧张的美雪。犯人可能会说只是一时冲动，是青野不好，但是在他人课桌上写诽谤重伤的话是不可饶恕的。这次的事件不能被欺负，这种说法一言蔽之，这不是小孩子的恶作剧，而是无法抵赖的犯罪。希望你们好好记住这一点。班主任的强势出击，靠谱的大人总是那么有魅力。时间推回到30分钟前，校长和教导主任急匆匆的来到会议室，几人整理了一下当下的情况，得知现在青野已经早退先回家了。校长松了口气，随后一脸严肃，首先要把青野同学的事情放在第一位，要是他选择不上学或者退学，那一切都白费了。我们这些做老师的需要坚定的陪伴在他身边。而在青野桌子上乱涂乱画的黄毛跟班也发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们找到黄毛将这件事告诉对方。切，那个消沉的老师动作还挺快的，还以为他是那种帮忙隐瞒的类型，但这些黄毛都不带怕的，就算事情闹大也由我爸想办法解决。近藤看了眼他们，一句是吗就随便打发了二人。别说出这么冷漠的话，我们都是为了学长才这样做的，我什么时候拜托你们这么做了？两人瞬间傻眼，我明明只是跟你们倾诉一下烦恼，你们却添油加醋的把这件事传开，还弄脏了学校的公物。可是我明明是，那你们就装不知道啊，又不是抓现行，证据确凿，要不然你们全完了。而另一方面，男主正带着一条爱去他家中。我回来了。老妈看到男主这么早就回来了，今天好早啊，果然身体还是不太舒服，所以就早退了。结果后背也要早退，我就想着请他吃个午饭。青野厨房是我家开的西餐厅，去世老爸以前是个厨师，而现在这家店已经交给我哥哥在打理。一条同学没关系的，一个可爱的脑袋露了出来。初次见面，我是青野学长的后辈一条爱。老妈和哥哥看到这么可爱的女孩子一下子呆住，没想到亲着会带这么可爱的女孩来，真的是吓了一跳啊。两人在房间里坐下，看着琳琅满目的菜单，男主向对方推荐了一下自己家的招牌美食。光看照片一条就两眼放光，虽然房间有些简陋，但感觉十分的温馨。学长的家庭关系一定很好吧？我家以前也是这样温暖的地方，可惜现在已经不是了。突然妈妈打断了两人的谈话，特制午餐来喽，饭后的红茶或者咖啡选择你喜欢的就好，请给我红茶。老妈是红茶派的，一听这个就相当激动。刚刚在天台还要寻死两人，现在却这么自然的享受着午餐，每一口食物都温暖着两人的心。这道猪肉味噌汤是去世老爸的招牌菜谱，一想到他，男主心里就无比的骄傲。喝着暖心的汤，一条脸上却浮出一丝不安。学长，我真的可以活下去吗？我一直在纠结这件事，今天要不要上天台我也纠结了好久，终于下定了决心。但是被初次见面的你冒着生命危险救了下来，还能吃到这么好吃的饭，我的那份决心开始动摇了。我不清楚一条同学你经历了什么，所以只能说一些不负责任的话，但是因为那个地方有你陪着我，我也才得救了，所以我希望一条同学可以勇敢的活下去。一条的眼泪不断的往外冒出，看着他之前很坚强的样子，现在哭到崩溃，感觉看到了这个女孩最真实的样子。在男主家吃完饭后，男主妈妈端上了一杯红茶，非常感谢。看着带着笑容的一条同学，男主也稍微放心了一些。老妈很开心的介绍着自己的得意红茶，一条轻轻的喝了一口温热的茶水，很好喝呢，而且有着非常好闻的香气。一听对方对自己的红茶赞不绝口，老妈也是和他聊起了红茶的话题，真的好开心啊，就像有了个女儿一样。除了和英智以外，也和阿姨我做朋友吧。老妈好久没有这么开心过，看着阿姨这么开心的样子，一条也是欣然答应。那我就先叨唠到这里吧，我送你去车站。男主的热心反而被一条婉拒，因为太开心了，你送我的话
话，反而会让离别有点寂寞。男主还是有点不放心对方一个人。真的没关系，因为和你相遇后，我找到了留在这里的理由。还有学长，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对吧？那是当然的。一条回头一笑，真的很开心，以后也请多多指教了。一条一个人在路上缓缓地走着，这过去了2个小时，也许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女孩的脸上渐渐浮出了红晕。现在暂时做朋友就好，对吧？突然一辆车停在一条面前，大小姐，我是来接您的。回到男主这边送走一条后，一股恐惧感一下子涌了上来。可恶，刚刚明明还好好的，现在却止不住的发抖。从明天起该怎么办才好？脑海里只有学校那些被霸凌的场景，只有和一条同学聊天的时候才会忘记那些痛苦的事情，不知道自己被他拯救了多少。就在这时，男主的好基友智思发来了一条消息：英智，你怎么样了？集训的时候手机坏了。作为童年玩伴的他一直在男主身边，但不想节外生枝的男主只是回复了我还行吧。他马上又回来一条消息：那我们接下来见个面吧。智思还是像以前一样用正常的态度对待自己，光这一点我就很开心了。2个人约好见面地点，你来的还真快，因为这是朋友的大事啊。智思赶紧向男主道了歉，在你紧急的时候我却连察觉都没有察觉，真的非常抱歉，我不配做朋友，原谅我吧。我不怎么用社交软件，都没有发现已经传出了奇怪的谣言，而且还参加了社团的集训，直到刚才才知道的情况，但这些全是借口啊。在你最痛苦的时候我没能在你身边。男主缓缓地问着，为什么你会相信我呢？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那种谣言一看就是假的吧。虽然社团学弟给我看了帖子，但我知道你从来没有对别人做过那种事情，也很清楚你不是会做那种事情的人，而且对方还是那个美雪啊，这肯定是哪里出问题了。而且高流老师也很担心你。之前智思在学校打听男主的事情，被告知他已经早退了，于是自己找到了男主的班主任，我听说庆也早退了。好基友担心老师会隐瞒这件事，心里暗自发狠话，要是老师你敢隐瞒这件事，我绝对饶不了你。结果高流老师比对方还急，如果你知道庆也哪怕一点事情也请告诉我，我也是今天早上才了解到这个问题，虽然一直在多方打探，但根本收集不到信息。你和庆也是发小吧？你有没有听到什么消息？2个戴眼镜的男子瞬间统一战线，好基友表示自己也是刚刚才知道的，2人便立马交换自己知道的事情。老师，英智不是会做这种事情的人，谢谢你告诉我这些，希望你能转告他，或许会很害怕，但希望他能依靠我们这些大人，这个问题我会负责解决的，所以哪怕只有一点点，请他相信我。听着好基友的描述，男主不受控制的流下了眼泪，司机脸上泪水越来越多，受伤的心灵正在一点点的被修复。而此时的美雪正在赶往男主的家中道歉，我必须要道歉，我必须要向英智道歉啊！小时候和男主在一起玩耍的开心场景一幕幕的回放在自己的眼前，那时候是多么的快乐！我要和婴儿一起把这份幸福给找回来。正想找男主谈谈的青梅，却发现婴儿居然和全校的偶像一条爱在一起。美雪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恐，一条爱为什么学院偶像会和他在一起，还和他一起回了家？看着婴儿母亲对着一条有说有笑的样子，看着一条那害羞的表情，一旁的美雪已经是怒火中烧，那表情分明是恋爱中少女的表情。婴儿的魅力我才是最清楚的，凭什么你能这么轻易的夺走他？站在那边的本来是我才对，如果我不做点什么的话，婴儿就要被他抢走了。躲在暗处的美雪内心是无比的慌乱，想想也是，对方出身文武双全的名门世家，入学考试拿了满分，还是以历代最高分入学，还是个体育万能的完美超人，并且讨厌男生这点也是出了名的，所有向他告白的男生无一例外的全被拒绝。而就在这时，一个声音突然叫住了美雪，你还要瞒我瞒到什么时候？眼前的不是别人，正是婴儿的母亲，看样子她的脸色相当不好。她妈妈知道了那件事吗？美雪还想和婴儿聊聊，话没说完就被对方打断，有什么事情吗？对不起啊，其实作为父母本不应该深入你们之间的关系的。美雪这时候还想装傻，这是在说什么呢？你自己问问自己就知道了，我比婴儿更早就知道你在出轨的事情了。母亲的一句话如同晴天霹雳一般，那天我在商店间喝茶的时候就看到你和一个男生牵着手有说有笑的，当然你们并没有结婚，法律上也是允许自由恋爱的，你们还是高中生，可能会互相伤害，也可能会错过彼此。我一开始觉得婴儿是不太好意思开口，所以错误的认为你们已经分手了，但在看到婴儿生日那天开心的出门，回到家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我就知道了，美雪你背叛了婴儿。美雪还想狡辩，你听我解释，我没有义务也没有理由替你辩解，因为我已经不想更加讨厌你，能不能别扯那些奇怪的理由了？惊恐的美雪只能说着道歉的话，我不想听这些道歉的话，因为我们已经认识了10多年了，所以我最后送给你一句话，恋爱是自由的，但是没有人有权利玩弄和践踏别人纯粹的好意，这可能不是犯罪，但我认为这些比犯罪更加严重，今后我是不会让你们见面的。美雪这次是真的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她拼命的想要挽回这一切，能不能让我再见婴儿一面就好？母亲断然拒绝了对方的请求，冷冷的看着对方，有哪位母亲会原谅践踏自己儿子好意的出轨女人？她紧握着手中的扫把，但最后决定权在我的儿子身上，至少别再让我看到你了，你根本不会当我儿子的对象。不仅没能见到婴儿，反而还被对方的母亲发现自己劈腿的行为，以前的美好时光如同泡沫一般逐渐消失，失去的东西是再也回不来的。美雪的身体仿佛是被抽空了一样，跪倒在地，嘴里喃喃地说着不要，我不要。看着对方这个样子，抱歉啊，这里是店门口，你这样坐在这里是会影响生意的，早点离开吧。说完，母亲就关上了门。再见了，美雪家。美
美雪一个人瘫倒在路上，再也回不去了，已经回不去了。美雪忍不住流下了悔恨的泪水，独自一个人慢慢的走在回家的路上，看着熟悉的家门，却迟迟不愿意走进去。我回来了，哎呀，回来的真早呢。说话的人是美雪的母亲。是啊，英智说她身体不舒服，母亲误以为自己的女儿是为了照顾英智。你们还是这么恩爱啊，真好啊！从小你就说长大后要当英智的新娘，真是一段美好的青春啊！妈妈的话如同一根根尖刺一样，把美雪扎得千疮百孔。美雪的内心已经菠萝大。美雪颤抖的说着，都说别提以前那些羞耻的事情了。美雪并不愿意把事情告诉母亲，那我先去学习了，马上就要考试了。哎呀，那好，加油啊！美雪逃一般的冲进了自己的房间，赶紧关上门锁，一个人倒在床上，眼泪是止不住的流。不仅是英智和阿姨，我连妈妈都背叛了。美雪的大脑开始混乱起来，我怎么会背叛这么重要的人？现在说珍惜英智已经太迟了，现在才挽回已经太迟了。以为自己是唯一的受害者吗？英智才是最痛苦的吧？出轨的人根本不是我，明明你是策划排挤英智的罪魁祸首，这根本不可能被原谅的。美雪打开抽屉，拿出放在里面的一张照片，上面正是两个人刚上高中的合影。颤抖的手把照片不小心撕开了一点，美雪的眼泪又流了下来。我只能这样做了。美雪用手机给黄毛发了一条短信：学长，我想见你。难道我只能变成最卑劣的女人了吗？而第二天一早，画面转到了男主这边。我的胃好痛，身体状态太差了，我先走了，路上小心啊！属于英智新的一天即将开始。学长早上好啊！刚出门就看到了满脸笑容的一条爱，还没有反应过来的英智赶紧又躲回了家中。为什么关门啊？我还想着和你一起去学校的，我可是特意早起了。一听是一条的声音，妈妈倒是有点开心。哎呀，是爱酱的声音啊！难道是来接你的？你倒是快去啊！去吧，英智。妈妈一下子打开了门。早安，爱酱，特意来接英智的吗？真的谢谢你啊！喂，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呢。学长的妈妈早上好啊！一条看见伯母也是十分开心，毕竟昨天他们两个人已经成为了朋友。对了，今天我们店开始供应炸牡蛎了，爱酱喜欢吗？今天晚上要不要试试看？是超级受欢迎的季节限定菜哦。母亲的脸上是压不住的笑容，如果是你的话，随时来吃都是免费的。我超爱炸牡蛎的，但是总是被招待也太不好意思了，这次我一定会好好付钱的。看着这么乖巧的女孩，妈妈也不禁的夸道，果然很懂事啊。不过别放在心上，外带也是可以的，想吃随时说一声。谢谢您，我已经开始超级期待了。妈妈催促着英智，好了，差不多你也该走了，那我就走了。看着离去的两个人，母亲的眼里闪过一丝欣慰，两个人都要好好加油啊。前辈，你经常吃炸牡蛎吗？英智点点头，偶尔会呢。两个人在路上谈论着男主家里的新菜谱。说实话，多回来一条陪着我一起上学，我的恐惧感减轻了不少。只是上学的路上，周围同学的眼光有点不对劲，众人议论纷纷。为什么一条会和男生一起上学，而且还是传闻中的青野？他该不会是被强迫的吧？听着周围人的话，英智不由得担心起来。这样真的没关系吗？要是和我一起的话，连一条同学你都会被说闲话的。一条并不在意，怎么可能啊？不是我自己夸自己，但是我还是十分受欢迎的。英智心想，确实是这样。关于一条同学，我从来就没有听过什么坏话。之前有人向一条告白，虽然一条拒绝了对方，谢谢你，你对我有好感，我十分开心。如果可以的话，以后也请做朋友吧。虽然毫不留情的拒绝了对方，但是总会诚实的回应，绝不会拖泥带水，而且温柔体贴他还十分受女生的欢迎。一条告诉男主，现在能用的资源最好都用上哦。和我在一起的话，你也会安全很多，至少当面被人恶语相向的可能性会大大减少。而且如果顺利的话，那些诽谤说不定在今天就会被其他的传闻给覆盖掉，比如像女生传的恋爱传闻之类的。说着说着，一条的脸上露出了害羞的表情，但英智还是有点担心。但这样一来，一条同学的名声不就因为我而受损了吗？看着担心自己的前辈，真温柔啊。但这样的话就太在意别人了。一条很坚定自己的想法，因为和朋友一起上学导致名声受损，这种事我可不接受。根本不了解你的为人却对你重伤的人，我也不愿意和他们打好关系。英智喃喃地说着，你真厉害呀。一条很是自信，现在哭还太早了，等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再痛痛快快的哭一场吧。不仅是一条同学，还有自私的无条件信任，我才有勇气重新回到学校。我下定决心要和你并肩作战，而且我现在好像感觉终于能相信别人了。来到学校之后，一条表示今天也陪我一起回家吧。英智还有点不敢相信，真的可以吗？一条有点不高兴了，你在说什么？是我主动拜托你一起回家的。英智才意识到，这完全是为了在放学时保护我。那就拜托了。一条笑着表示，那就请我吃炸牡蛎吧。男主来到了自己的柜子前，之前被弄脏的样子还历历在目。他颤抖的手缓缓地打开鞋柜，里面干干净净的，他松了一口气。老师也和往常一样和他打了招呼，他笑着告诉对方，去教研室找高柳老师吧，他昨天就在担心你了。英智向老师道了谢，不过还得去办公室吧，会被人关注，真讨厌啊。肯定也有老师在怀疑我吧。高柳已经在走廊上等着男主，两人互相问好后，男主有点奇怪，为什么老师在外面？毕竟这种情况你一个人去教师办公室确实有点难进吧。原来是特意为了我在外面等着的吗？谢谢您，这是基本的考虑，不用谢我的。先让我听听你的情况吧。去那边的会议室怎么样？英智不解，不应该去学生指导室吗？那边更好一点吗？高柳解释道，那里总给人一种老师高高在上的感觉。这次我本想着和青野以平等的角度交谈，所以才没选那边。原来老师考虑了这么多，那我也没问题，就在会议室吧。两人来到会议室后，你坐我旁边吧，这样会更自在一点。等到男主坐下之后，在听你说之前，我有件事必须要对你说清楚。不知道老师要说什么的英智露出了担心的表
小心。青野真的非常抱歉，没能及时发现你昨天的异常情况，让你受苦了，这件事我也有责任，真的很对不起。英智看到这一幕连忙说，老师快抬起头来，我也没跟你商量过，而且能这么快察觉到，我觉得老师很了不起。高柳缓缓抬起头来，昨天从智司那里零星的听了一些事情，大概知道了你遇到的那些难过的事，等你心情整理好再来告诉我也行，只要一点点就好，能和我说说吗？虽然高柳老师想知道事情的详细经过，但英智脸上却出现了恐惧，美雪的诬陷，同学们的鄙夷，还有近藤嚣张的表情，这些痛苦的回忆如同潮水一般涌入英智的脑海之中。听说他还跟老师说了这些事啊，装什么受害者？见英智情况不对的高柳赶紧向他道了歉，抱歉，是我太着急了，其实不用勉强自己非得今天说出来，慢慢来就好。英智喃喃地说了一句对不起。高柳站起身来，不用道歉，你嗓子渴不渴？本来是不行的，但是今天我特批了，你想喝点什么吗？英智的表情稍微舒缓了一些，那我就要可乐吧。对了老师，第一节课没问题吗？马上就要上课了。高柳表示这些事情他们这些大人会好好协调的，现在学校的头等大事就是陪伴着最痛苦的青野同学。听着老师这样说着，英智的眼泪又忍不住的流了下来。谢谢你。高柳拿过来2罐可乐，实在是太热了，我也破例不节堂的喝一点吧。英智望着老师，老师您为什么会相信我呢？这是有2个理由的。第一是因为现在大部分学生都是被不负责任的谣言牵着鼻子走，陷入集体恐慌。我比你们大一点，所以能稍微的客观看待事情。不是经常有网上爆火的吵架事件吗？在网民眼里被骂上热搜的人就是绝对的恶人，错以为自己就是代表正义，就对其恶语相向。但很多时候网络风波的源头并不清楚，在这个时候如果跟风谣言伤害他人，自己也可能失去一切，甚至都搞不清楚真相。那些参与对你骚扰霸凌的人就是这样的。英智有点不太放心，那如果我真的就像传闻中那样，您打算怎么办呢？高柳喝了一口可乐，这种可能性当然也不排除，所以这要说的第2个理由，因为在我看来，青野同学无论卷入什么样的麻烦，都不像是会使用暴力的人，我不觉得你是一个该遭受阴暗骚扰的学生，这就是身为教师的直觉啊。听到高柳这样说后，英智也下定了决心，高柳老师，我有话想对你说，您应该知道我和美雪正在交往吧？我自己原本和她约好生日那天一起出去玩，但是她突然发消息说没法来了。当我一个人走在街上时，我看到她和近藤2个人正在街上走着，我为了问清楚，情急之下抓住了美雪的胳膊，我以为我没用多大的力气，美雪却一直喊痛，结果近藤学长就突然一巴掌打了过来。高柳一听，整个人都呆住了，这已经不是什么出轨的问题了吧？这分明是一件暴力事件。然后近藤就问美雪，我和他之间选哪一个？高柳叹了口气，他选了近藤是吗？英智点了点头。高柳拍了拍英智的肩膀，我知道这段时间你十分的痛苦，谢谢你都说出来了。近藤诚二，他是足球部的主力，成绩也不错，表面装成清爽阳光的青年，实则和优等生差远了，尤其是恋爱纠纷实在是太多。说实话，他在老师之间的口碑很差，而且从青年的状况来看，他被打后也没有去医院。以那个狡猾的近藤来说，要是没有医生的诊断书之类的当成证据的话，他自己很有可能会蒙混过关，所以还是得尽可能的收集情报，有必要从近藤主张的矛盾入手，逐步击破。那从现在开始就是我们这些大人的任务了。当前最优先的事项是尽量避免对青野之后的校园生活造成影响。现在让被全班恶意针对着他上课，只会留下一生的心理创伤。正如校长所说，受害者选择退学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也不能让他承受不能上学的损失。所以校长要求下面通过补习等方式帮助青野同学，但这个问题拖得越久，青野的处境是越艰难。突然英智说了一句对不起，因为我的缘故给大家添麻烦了吧？怎么可能算是麻烦啊？高柳一下子激动起来。听着青野，这不仅仅是身为教师的我的责任，也是整个学校必须面对的问题。我和别的老师采取行动解决问题，这个根本不是麻烦。还有你责任感太强了，你这人太温柔了，这虽然是一种很好的品质，正因为你能对别人温柔，所以周围的人也想着能被你依靠。少年的眼中出现了光，真的可以吗？喜欢一个人可以说是最纯粹的感情，如果这份感情被践踏，哪怕是大人也会崩溃。三井老师和其他人都十分担心你，像仅仅这样的朋友、家人、兄弟都是可以依靠的，就算是我也没关系。越是痛苦的时候，越要依靠别人，这个时候请优先考虑自己吧，拜托你了。英智点点头，好的。在告诉了高柳老师事情的经过之后，高柳告诉英智，在情绪稳定之前，最好还是别去教室上课，可以先去保健室休息一下。从明天开始，我会安排给你补课的，保证你能跟上进度。来到保健室后，三井老师看着青野一脸疲惫的样子，真是太不容易了。即使身体没事，也经历了很辛苦的事情，所以不要勉强自己啊，因为你的心已经很累了。英智喃喃地说着，感觉被老师们好好的守护着，有种很安心的感觉。老师告诉英智，高柳为了这件事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英智点点头，我们最起码要在这里待7个小时。老师从图书馆借了书回来，英智知道如果自己什么都不做，压抑的心情就会将自己给压垮。英智就在保健室里默默地看着书，要不要稍微休息一下，喝点茶？老师给英智泡了一杯绿茶，不知不觉就有点想问，为什么老师会想着当老师啊？三井老师有点不太好意思，其实我可能不该和学生说实话，但是这里只有我们2个人，我就老老实实的告诉你吧。其实我毕业之后是在一般企业就职的，只是5年前转行当了老师，这让英智有些意外。不过在大学的时候，我有想过自己可以当老师的吧，但是后来我放弃了。实习的时候我也很开心，周围的人都说我很适合当老师，但是我却害怕了。当老师一句话可以轻易的改变一个
个孩子的一生。一旦意识到这些，我就害怕起来。那现在也还会害怕吗？三井老师点点头，当然会，而且现在是7年里最关键的时候，所以我会格外的在意。老师笑了笑，现在突然就想和你说说心里话了。之前在公司的时候，我一直为自己的人际关系苦恼着，自己的心早就已经千疮百孔。那是一家有着老派作风的公司，自己无比的疲惫，只能逼着自己努力，但是越努力内心反而越受折磨，最后被逼入绝境之后，只能我一个人承担。因为劳累过度而住进了医院，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妈妈正在旁边哭着，没能及时察觉到，真的很对不起。但实际上我几乎没怎么和家里人联系，妈妈根本就不可能察觉到我的异常。英智突然想到了妈妈的样子，为什么我会不别人说这事呢？差点就后悔一辈子了。英智想到了自己，要不是因为大家发现了，自己可能也硬撑着去上课，忍受着那些霸凌行为。看着英智有些痛苦的表情，别担心，没事的，我们都是站在你这边的。而大约4个小时前，一条爱来到了班里，大家对一条同学的到来都感到惊讶，毕竟自己昨天逃课溜出了教室。一个女孩关心地问道：一条同学，你身体没事吧？一条表示自己只是有点中暑，昨天好好休息一下就没事了。这时自己在班里的面具对所有人都很温柔，但是会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不会被孤立，也不会让别人误会。自己有时候觉得自己真是个麻烦的女人，其实我想要依赖别人，但却无法依赖任何人，所以才会像昨天那样逼自己到了极限。在学校里，我必须扮演大家所期待的样子，身为一个矛盾的自己，真让人可怜啊！没有人愿意看到真实的我是什么样子，就连我的父母也是。但是前辈不同，那位才见过一面就和我成为朋友的他看到了最真实的我，无论是我害怕、害羞还是伤心，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真心也能坦然地展现出来，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还会那样的笑。和他在一起一点也不会痛苦，他肯定是以为我在替他扛下大家的攻击，实际上守护我内心的人明明是学长才对，所以我想和他多待一会儿。一条露出了一脸害羞的表情，女孩打断了一条的思绪，那哥，我想问一下，和一条一起上学的人是青野前辈吗？教室里一片哗然，不可能吧，一定是搞错了，那个闹出暴力事件的青野？对啊，我是从前辈的家里出发来学校的。大家更惊讶了，和那个前辈关系这么好吗？一个男生很急切地关心着，你不知道青野前辈的传闻吗？那个人在学校里根本没有好名声啊。一条只是笑了笑，我知道啊，那为什么干出那种事情的人根本没有资格和一条在一起啊？一条有点忍无可忍了，前平君。一条保持着笑脸，你和青野前辈聊过吗？男生自然是没有。那你是亲眼看到传言发生的事情了吗？一条的脸色越来越差，男生已经流下了冷汗。我可不是会散播谣言的那种人啊，他可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请你不要再说这些不负责任的话了。我可不会因为对方被谣传成讨厌的人而不了解就肆意的攻击对方。一条义正言辞的看似说给对方听，实际上在全班同学里表达了自己的立场。男生有点不太好意思，对不起，我不了解情况就说了一些不负责任的话。一条也马上表示自己其实说过头了，女孩也马上向一条道了歉。其实这些和一条计划的一样，前辈遭受了霸凌，就算证明清白也很难抹去这些恶评。自己不想看着前辈受苦，所以想用一些更加积极的传言来覆盖这些坏话。只要是能为前辈做的，我什么都愿意。而另一方面，黄毛这边正在做着足球部的训练，自己是足球部的主力，看到这群后辈练得一塌糊涂，气就不打一处来，让我职业生涯蒙上了污点，那可怎么办啊？看着那些狼狈的后辈，最狼狈的一个可能就是他了吧？那家伙今天还来不了学校吗？关于他的流言已经在学校蔓延开了，而且昨天还发生了更有趣的事情。昨天晚上美雪找到了近藤，他抱住对方，你让我忘掉这一切吧，我就只有前辈你一个人了。而这个结果正是近藤想看到的，这个女人也出局了，你也会像和青野一样一点一点的堕落下去哦。近藤也抱着美雪，没关系的，我们会一直的在一起，等青野彻底完蛋了，我再把这个女人给甩了。自己也告诉了那个女人今后应该怎么办，那种漂亮的脸蛋被绝望侵染的那一刻才是最棒的享受啊。结束完训练之后，后辈给近藤看了一张照片，上面的人正是青野和一条两个人。近藤的世界观开始崩塌，完全没有听到周围人议论的声音。一条小姐打扰了，我是高3的近藤诚二，如果可以的话，放学后可以一起去喝杯咖啡吗？因为看到了你真的好可爱呀。一条笑了笑，对不起，和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去外面，说实话我有点害怕。那个拒绝过我的女人居然和青野混在一起了，那个让我受到羞辱的女人，我让他们知道这个学校的王是老子我啊，那就别怪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等级差距了。高柳老师在将英智送往保健室之后，思考着接下来的办法，自己已经拜托各科老师协调着给英智补课。高柳想要告诉英智家长这些事情，但是英智却拒绝了，他可能是不想让独自一人将自己养大的母亲和拼命守护家庭的哥哥担心吧，所以高柳决定先保留退一步，但肯定不能一直不和家里人说。虽然我们在前文已经知道了英智的母亲早就知道青梅劈腿的事情了，高柳觉得作为老师，他真心希望能和家长尽快沟通这件事情。校长这边也觉得作为学校联系家长是理所应当的，但这有可能对英智造成2次伤害，这就先交给心理学专家的三井吧。而现在高柳需要做的事情，那就是这位是足球部的下川失礼了。一个长着雀斑的男生来到了高柳的办公室，他十分清楚的知道为什么会被叫到这里。根据高柳所调查，委员长8点到教室的时候，桌子上的涂鸦就已经存在了。如果有人比委员长更早来学校，那就只有早训的社团成员，这样嫌疑人自然就能缩小范围。男生笑了笑，猜到是青叶的事情吧？难道我是被怀疑了吗？高柳显得很自然的样子，
怎么可能呢？昨天和早稻同学都确认过了，涂鸦当时就存在了。男生一听，他立马表示，我们足球部都是直接去社团的，都不会进教室。如果我们早上到教室，看到那种情况肯定会吃惊的吧？原来如此，那早训的时候有看到其他的人吗？被老师突然这么一问，夏川愣了一下，高柳的眼神死死盯着对方，这家伙和向天也差不多啊。夏川一下子急了，你要是怀疑我的话，至少拿出点证据吧。高柳笑了笑，向天也说了一样的话，我明白了，你就先回去吧。夏川走后，高柳收回刚刚的笑脸，叹了口气，他们两人的证词一模一样啊，至少也装个样子吧。果然他们相当的可疑，不仅确认事情的内容，连台词都完全一致，甚至连有怀疑就拿出证据这种激动的说辞都一模一样。而且这两个人还和篮球队的人打过招呼，这点两个人都没去谈及。而接下来被叫到办公室的则是青雉的青梅竹马美雪。美雪猜到是关于英治的事情，这位青梅竹马应该是除了近藤之外知道所有事情的人，长相漂亮，成绩优秀，一点都看不出是那种会出轨的人。果然爱情真的就像毒药一样。不过仔细想想，历史上那么多的掌权者都被爱情冲昏了头脑，青春期的女孩子也不过如此吧。想着想着，高柳不禁吐槽起自己来，像我这种没事用历史梗整理思绪的宅男，或许一辈子都结不了婚吧。美雪一下子激动起来，关于这次的事情我完全没有参与啊，老师是因为怀疑我才叫我过来的吧。确实我和英治之间因为分手闹过矛盾，然后我正在和听我倾诉烦恼的近藤学长一起走路的时候被英治看到了而已，所以你是被青野抓到了手腕。美雪一听连连点头，他就是想把我和学长分开，抓住了我。可是这和青野说的完全不一样啊。美雪低下了头，他肯定是在隐瞒着什么。高柳眼神一变，那关于网上流传的青野对你施暴的帖子，你有什么线索吗？美雪的眼中的高光逐渐消失，那肯定是近藤前辈担心我和别人商量的时候不小心泄露了。学长可不是那种为了好玩就传播谣言的人啊。确实我手背上因为被拉扯有了一点痕迹。美雪的这个回答其实高柳早就预想过了。那么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如果正如你所说的青野真的对你施暴了，那学校必须对他进行处分，所以你真的被青野施暴了吗？美雪支支吾吾的，这是件十分严重的事情。高柳十分严肃，我不知道，我自己也很慌乱。高柳表示那今天就到这里吧，他自己很明白青野的社交媒体上有着记录，如果加上另一张底牌的话，他就无路可退了。但是追查幕后黑手的决定性证据还没到手，就再放任他一阵子吧。如果刚刚你在这里把所有事情都说出来，本来还有一点退路的，真是遗憾啊。面见完英治的青梅竹马美雪之后，高柳老师最后要面谈的对象正是黄毛学长近藤诚二。诚二看起来十分轻松的样子，高柳询问他情况你都清楚了吗？诚二不会是装糊涂的高手，当然了解，你是想问那个对美雪施暴的青野的事情吧？一上来就直接给英治扣了个帽子。老师表示美雪看起来很受打击，没办法好好说明情况，所以想找当时离得最近的近藤了解一下。诚二一副惋惜的表情，换谁被男朋友家暴都会这样吧。高柳扶了扶眼镜，他早已看穿一切，做出了那种事情还装成受害者的样子，真是有本事啊。诚二继续编造着自己的故事，那天我正听美雪倾诉，她说想和男朋友分手，但是对方一直不同意，不仅如此，对方还有点跟踪狂的苗头，她觉得很害怕，然后我们就在路上撞见了，她就误以为美雪出轨。诚二的表情变得害怕，他当时就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一下子拽断美雪的胳膊，所以我就上前把他们俩拉开了。我当时是觉得青野什么都能做出来，不拉开的话后果不堪设想。高柳简直听着想笑，这说谎说的跟呼吸一样简单。高柳缓缓地说了一句，青野说他被你打了，这只是跟踪狂的一面之词，明明是他先动了手，我只是为了不让美雪受伤进行了正当防卫。高柳知道目前是没有任何证据的，这次面谈主要还是听对方的说法。那我再问你一件事，为什么要把这种事发到网上？诚二一笑，这件事情啊，那个账号不是我的，我为了保护美雪不被跟踪狂骚扰，请了社团的朋友帮忙，但是不小心把美雪的照片发出去了，是我考虑不周，但估计是有人看不下去了，用小号把照片传开了吧。那你知道是谁干的吗？诚二装成思考的样子，这个我确实不知道。对了老师，我还有个事，接下来足球部马上就要进入关键的比赛期了，那个发照片的人应该也不是故意的，就算找到了他，能不能请你也从轻处理啊？虽然我不能保证结果如何，但是我会尽力帮忙的。一听老师这样说了，诚二开心的像个孩子。高柳老师果然很通情达理，我还以为你会不分青红皂白来为那个跟踪狂说话呢。高柳简直无语，像他这样的人学校当初是怎么录取的？这真是这所高中最大的耻辱。还有一件事，如果青野真的施暴了，学校后面也必须对他进行处分，甚至可能需要警方介入调查。所以你真的亲眼看到了当时的情况，对吗？面对老师的再次询问，诚然面不改色，我当然是亲眼看到了，不过我觉得美雪应该不愿意闹到警察那里去。高柳有点疑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事情闹得越大，美雪的名声就越差，她还要反复回忆那些可怕的经历，这对她来说也太可怜了吧，所以她才对老师隐瞒的。高柳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注意到当自己提到警察的时候，对方有一瞬间露出了为难的表情，看来只要专业的搜查人员介入，对方就会遇到麻烦了，也就是说只要调查就会发现对这个家伙不利的证据。明明我只是说美雪当时很动摇，但他却直接说出了他在隐瞒，露出破绽了呢。见老师也没什么要问的，陈儿起身想要离开，那我差不多可以走了吗？高柳点点头。出了办公室，陈儿原形毕露，这也太简单了吧，果然老师也不过如此。而高柳
柳早已经计划好了，虽然金藤很聪明，但说到底也只是个高中生，你就继续往前走吧，走向那往通往地狱的路。被青梅劈腿黄毛学长后，我还被诬陷成暴力跟踪狂，在学校遭受霸凌的我准备上天台一了百了。就在这天崩开局的时候，居然阴差阳错的在上面救下了一样来寻死的全校第一美少女。而对于我被诬陷霸凌、女友劈腿一事，老师和兄弟将我紧紧护在身后。在和始作俑者黄毛学长交谈之后，高柳老师找到了英智，青野，你的身体情况怎么样？在保健室的英智点点头，托你的福，一切都还不错。高柳舒了一口气，那真是太好了。英智貌似还有什么话想说，我打算和家里人好好说一下这件事。高柳对他的想法的转变感到欣慰和一丝担心，真的没关系吗？之前和三金老师交谈后，英智知道隐瞒不说才是对父母的不孝。英智攥紧衣服，我不会再逃避了，我要和大家一起面对。高柳表示，如果自己难以开口，也可以让我代为转告。学校方面也希望邀请你的家人一同商议后续的对策。为了学校方面的支持，英智的表情稍微的舒缓了一些，但他还是决定自己亲自说出口。少年的眼神透露出一种坚强。高柳递给英智一张名片，和家里人沟通完后可以打这个电话联系我。你家里是做餐馆的，可能会比较忙，所以不着急。青野看着名片，或许会很晚才能联系您。老师摸了摸头，其实自己晚上都睡得很晚，晚点联系还方便一点，那就拜托你了，高柳老师。没问题，尽管依靠我这个班主任就行。告别老师后，英智在学校校门口见到了等着自己的一条爱。前辈，你迟到了。英智有点不太好意思，毕竟到处遭人冷眼，所以出门晚了一些，就连现在也是，周围都是冷淡的目光。一条偷偷的告诉英智，虽然说现在外面流言四起，不过早上和我一起上学，肯定会多了不一样的声音。英智叹了一口气，谁说不是呢？一条笑了笑，不过这样就挺好的，你和早上相比，神情从容了不少，也温和了很多，我一下子就看出来了。英智知道这些也多亏了一条同学，可我什么都没有做啊，怎么可能啊？最开始相信我的就是一条同学你啊。一条脸一红，是吗？我对你来说是特别的存在吗？当然了，你很特别，成为朋友的那天开始，我们就成了挚友。一条明显对这种说法有点不太开心，不过虽然只是朋友，但被当做特别的人也还不错吧。一条看着英智，现在可能还不到时候吧。两个人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听到周围人的闲言碎语，英智有些担心，和我一起上学放学会不会连着一条同学的名誉受损？前辈，你真是太温柔了，明明在自己最难熬的时候还惦记着我的事情，一般人可做不到这些。英智叹了口气，这是理所当然的，我可不能让我的挚友受到伤害。一条其实并不担心，放心吧，大家也顶多会传传恋爱绯闻，这并不会对我造成什么伤害。虽然一条这样说了，英智还是不放心的问了一句，绯闻也是伤害啊？顺便问一下，你有喜欢的对象或者恋人吗？这样会不会受到什么影响？一条瞬间脸红，你居然问这个，要是有的话，我昨天就不会去你家离家躲避风波了。英智赶紧道歉，一条嘟起小嘴，我今天可是努力早起了，想要点奖励，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不要去约会啊？这下轮到英智脸红了，周围人听到约会纷纷捶胸顿足，为什么要选青野啊？明明我才是最喜欢他的。英智一下子呆住了，你突然说什么约会？一男一女放学去单独吃甜品，不是约会是什么？英智有些语无伦次，话这么说，但还是要顾及旁人的眼光吧。没关系，是我自己想去才邀请你的，如果只关心旁人的眼光，无视我的心意，让外人干扰我们，那错的应该就是这个世界。一条看着英智，所以你要不要和我交往啊？